这个大家中午好，我们很少在这个时间点开始直播，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了百度李彦宏在讲使用开源大模型就是交智商税这个事情，还是让我们两个做开源的人感到异常愤怒，所以准备在中午1点钟的时候跟大家讲一讲，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怎么去驳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应该算是开源圈的人吧。庄彪伟，我的老朋友啊，我们的老同事，然后呢，现在是天工开物基金会啊，开源基金会的，应该算理事长啊，秘书长，对，然后我现在算是这个基金会的顾问啊，所以我们都还是在从事开源事业。对，然后彪伟，你讲一讲，你听到这一句话以后，你怎么感受？就作为一个直播节目，咱们由浅入深，我们先从最不那么严重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我们最客气的说，是，比如说你可以批评开源，你当然会说啊批评好，开源怎么好，或者说开源怎么不好，你也可以说自己的产品怎么好，你也可以说人家的产品怎么差。说实话，从商业角度，在商言商、自我宣传没问题，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诋毁用户，凡是选了那个什么什么的都是蠢货，对，不管选什么，甚至人家那个用户确实选择错误，确实被坑了，你也不能说那就是蠢才会选。但是李彦宏的这个说法，其实就相当于是所有选开源的都是蠢货，都是交了智商税。皇帝的新衣嘛，就是你如果看不到皇帝穿的新衣服，你就是傻瓜，对吧？对，是。这样的一种与所有潜在客户为敌的态度，我先不说你伤不伤害开源圈啊，我都不说。其实你在伤害所有的现在用了开源的人，你在说你们都在交智商税。也就是说，你们早晚得用我的，因为你们用开源就是走了一条弯路，就是在交智商税，就是给人骗，就是被浪费钱。那这个，我觉得这至少不说别的，先不说对错，这至少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商业手段。不聪明嘛，对吧？是，我们稍微的先回顾一下这个李彦宏都说了什么啊？李彦宏大概说了几段话。现在网上呢有些是裁剪过的，然后我刚刚在开始之前呢也稍微去看了一下，大概讲了这么几段。第一段呢就是说，使用开源是交智商税，原因呢是，他认为从推理成本来说，这个在达到同样效果的情况下，开源模型通常比闭源模型的参数量要大，所以呢，使用开源模型达到同样的推理效果，它所使用的推理成本要更高。这是第一段大的这个论述了。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说他在讲，说有很多外行混淆了模型开源跟软件开源。软件开源你是得到了全部的源代码，你可以去修改所有东西，而模型开源你最后只是得到了一个训练过的一堆参数，然后这些参数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你是不知道的。然后你拿着这些参数再去进行微调，再去对齐，做完了以后，第一个效果不可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一旦做了这件事情呢，就变成这种叫做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或者叫一个孤本，然后这种孤本呢就没法再去享受大模型升级或者叫基础模型升级所带来的便利，你等于分支了嘛。然后另外呢，你也不能再去享受这种统合算力的这种成本你比如说在大模型的话，他们可能自己内部会有这种统合的算力池我算力上升了，或者说成本下降了，你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但是你一旦是变成孤本了，你就自己买10块4090，你在那儿跑去就完事了你的成本永远是固定的大概是这是第二段。然后呢，第三个呢，他就讲说，这个开源就是现在最先进的都是闭源的包括OpenAI包括 Gemini， 包括这个 Cloud 都是闭源的，然后包括他们文心一言了，那这个一定要把他们自己抹上吧，对吧？都是闭源的，比这个开源的都要先进很多。而且呢，它未来闭源的一定会这个越来越先进，开源的一定会越来越落后这是讲的这一段。然后呢，以及说这个模型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挣钱这个你做开源了，你就不挣钱我这个只有做闭源了，我挣了钱，我才可以形成正向循环，可以继续的发展下去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先进他们会越来越落后，大概基本上是这样的几段吧。其实
几段分开来说都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我们先一段一段的说，一段一段先说对孤本问题。对，孤本问题在这个开源圈永远存在，是不是说开源大模型才会有孤本？我们就这么理解嘛，就是比如说你那个拿一个开源项目过来，你改代码，你改完代码以后，如果你不回馈到上游社区，你那也相当于是孤本，对吧？因为你 fork 出来了嘛，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件事情难道就是一个智商税了？不是啊，这叫做二次开发，这叫做针对于你的特殊需求做定制，这本身就是一种合理的商业场景，怎么就变成是叫做一个叫要这孤本？么讲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其实中国受到孤本问题困扰最严重的就是百度。他们把大量的 Linux 什么各种的 Apache 什么东西通都分支出来，分支完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提交回去，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版本上接着往前走了。然后人家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然后发现的比如 Linux 内核的各种的漏洞，然后人家通过升级去修改了，他都没有任何办法。所以我估计是他自己感同身受，觉得哎呀好疼。对，因为我在坑里，所以我觉得你们都会掉坑里。对，就没想过有人其实是早就爬出来了，早就人家另外走条路走得挺好，这件事情他没想过，他没想过，这是第一个他的论点。第二个论点呢，其实不是他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去看这个李彦宏的这一套说法，其实他借鉴了很多其他的 IT 领域常见的资源，比如说他的第二段其实是云计算的常用说法，任何云计算都会这么说。啊，你不要做私有化部署，你应该用公有云，因为什么呢？因为公有云一直在进步啊，哪个云都是这么说的，任何一家公有云都会说，你私有化部署，难道你会有我技术实力强大吗？你要有多少人去慢慢调优啊？我下一个版本一升级，你现在这些调优全白费。对，这话是对的，这话是对的，所有公有云都是这个逻辑，但我们要问，百度的技术实力。能不能够始终碾压那些私有化部署的人？说你们以后都不如我，还不如我慢慢调优呢。当然我觉得啊，从站在李彦宏的立场，他肯定相信他的技术实力，或者说他肯定得相信他的技术实力，否则这个竞争优势都没了，对吧？所以这个逻辑我不反驳，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公有云做得好，不断的这个有一个技术积累，有一个超强的技术团队，他确实能做到这点，这段我不反驳，我觉得他是对的，但百度的问题我们不说啊，理由上来说本身还是合理的理由。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从我的感觉上，因为我们以前也做过这种云计算的部署嘛。你永远是说非绝对的。如果说我有一块非常稳定的算力输出，非常稳定的载荷的话，其实私有云一定是比公有云划算的。为什么呢？因为公有云它永远要算着开机率，我有一部分是不开机的，然后有一部分是要灵活处理的。如果我这段特别稳定，我始终开着，我一直要用的话，那你就自己部署完了就完了，你不需要这一段东西。而且公有云还需要考虑各种的这种兼容性的问题。对吧？我就给自己用，那么这一段一定是最好用的，对吧？那么一旦是说我的应用是有弹性的，经常是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的话，那个确实是用公有云要更划算一些。但这一点我还真的赞公有云，为啥呢？我们尤其要关注在 AI 这个领域，AI 这个领域现在处在飞速变动期，是每一层你可能都得过段时间就得抽换掉，是。因为它太不稳定了，你包括应用场景，包括领域，包括什么，你都在变。在这个时候，说实话，我确实不太支持你自己就在内部用一个稳定的，我就停在这了，我就用这个版本了，我以后不升级了吗？这外面发展这么快，对，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目前全世界的 AI，其实你会看到背后都是云计算厂商，对 ，OpenAI 后面是微软。对吧 ？Cloud 后面其实是亚马逊，然后谷歌自己就是云计算厂商。对，国内的其实最愿意花钱投资这个各种 AI 大模型厂商的是阿里云。是的，目前跑得最快的，我感觉啊，阿里云也算是独一份啊，就是在开源这个开源大模型，它肯定是比评测分数是非常非常高的，相比其他的那些大模型。对，还有第三个理由。
你说刚才李彦宏说了好几个嘛，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其实也不新鲜，就是所谓的闭源会发展的越来越快，然后开源永远赶不上。这个话，说实话的，当年微软说过。微软其实曾经在1998年的时候被泄露到业界，有一份叫万圣节文档，大家直接拿这个关键词去搜好了，万圣节文档就泄露出来，然后呢被这个开源社区辛辣嘲讽。为啥呢？这里面其实有一句话可以我们引述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微软认为当年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Linux 嘛，当时是98年的时候 ，Linux 已经发展的非常非常好了，是91年出来的这个 Linux 内核，到了98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厂商出来，这种操作系统厂商出来了。然后微软就说了一句话，说开源一直在抄袭闭源。而且他们就像是在追逐前面那辆汽车的尾灯一样的跟在后面。逻辑上就是开源永远在抄闭源的，而且永远抄不过，因为你只能跟着前面那辆车走。当年微软是内部文档是这么写的，听上去是不是跟李彦宏的说法很像？很像，对，就是而且你不可能超过前面那辆车，因为如果你超过前面那辆车，你就不知道去哪了，所以你只能跟着走。最多是往前赶。当然，李彦宏会进一步的引申这件事情，引申到说连距离都会越拉越大，这咱们先不说啊。但是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挪到这个20年前，的时候去看，说 Linux 这个操作系统，真的是一个追逐前车的尾灯的一个操作系统吗？它真的只是在抄袭 Unix 或者是抄袭当时的闭源操作系统，然后没有自己的创新吗？当然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到了20年以后，微软会以大幅面的写微软爱 Linux 啊。那它为啥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转向啊？它为啥不再指责说你们都在抄我的？因为在开源社区诞生了巨量的创新，而这些巨量的创新以单一商业公司完全无法想象。这是一个场景问题，一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的程序员在各自不同的公司、各自不同的从来你都想都没想象过的领域去做那些东西，然后这些创新会汇聚到一个开源社区里来。而一家商业公司，哪怕你像微软这么强大的全球化的商业公司，你所接触到的场景依然不够多。是，所以你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觉得套在百度身上也是一样。百度就算我们假设文心一言就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闭源的 AI 大模型了，你能接触到的商业场景依然不够多。而在开源社区玩开源的那些 AI 大模型的人，他们哪怕是在自己家里玩，在自己的小公司里玩，会玩出很多很多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场景和玩法。这就是开源所带来的创新。所以这个要反驳很容易，但是你只能用事实来教育他，你不需要用理由来教育他，因为没有意义。我觉得咱们先从百度自己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吧。比如说他讲到说，应用开源大模型的成本会更高一些，这件事情呢，从短期内来看，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去使用开源大模型，咱们先不说算力成本啊，这个因为算力成本本身是非常难计算的。这个我使用百度云的，使用阿里云的，还是使用谁的这种算力成本，其实本身计算起来是比较麻烦的。那你说我自己买了块4090啊，2万块钱，然后我在家里烧电啊，那个东西大概是好像有300瓦还是几百瓦，然后在这烧电，然后这个把东西算出来，然后最后能产生多少效益，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麻烦，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使用开源大模型了以后，你光去雇佣一个团队能够把它跑起来，这个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或者起始成本非常非常高。而且使用开源大模型的话，会有很多的这种叫试错成本。就是你拿回来以后发现，哎，第一次不对，第二次不对，第三次不对，然后到第5次对了，这个成本可能对于普通的说用户来说也是非常高的。这个其实也不新鲜嘛，这当年都是微软发明的，全世界闭源厂商欣然接纳的一个说法叫总拥有成本。对，就是那套说法大概意思就是说，看起来你用开源软件没花钱
而用闭源软件，你上来先得掏一笔这个什么什么 license 费用，对吧？看上去这个是有差距的，但是你接下来你得招人，要招懂开源的人，这些人还老贵了，他们才能够帮你维护啊，然后等等等等吧，加起来你而且你这个软件还不稳定呢，对吧？不稳定到什么程度呢？你还老得去修它的 bug 呢，到时候社区出了安全漏洞，你还得改呢。那都是无穷无尽的烦恼。反正就是当年微软其实发明了一个词叫 FUD， 就是恐吓、威胁加这个谣言加在一起，就是让你对开源产生畏惧嘛。那这些话都是说老了的，所以就李彦宏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新鲜，都是说过了的，包括用开源不等于免费，用开源还有后续的成本，这些我都承认，是的。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去看看两个点吧，看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对，它一开始成本是更高，但是这个社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区，一个不断的发展的社区，一个不断活跃的社区，它就不是以单个公司的能力不断降低成本，而是以整个社区、整个生态的能力不断的降低成本。这种成本下降的速度会超过一个商业公司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更重要，是避免单一平台绑定。就是我但凡我懒惰，我就依赖你，我就等着你升级，最终我就会被你这个平台所绑定。而那些不愿意被单一平台绑定的，无论是个人也好，还是中小企业也好，还是那些另一家大公司也好，他是不愿意被你绑定的。所以，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开源，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些开源，尤其是开源的这种基金会的成立，其实最开始都是有指向性，甚至要有假想敌的。就是一个开源基金会为什么要成立？他们要联合起来干掉的是谁，或者是要对抗的是谁？是最大的，往往要么就是微软，要么是 Oracle，要么是那个什么什么大佬，因为他们都是要对抗这些公司，所以剩下的这些是英伟达，对，所以他们这些人联合起来成立一家开源基金会，然后联合起来避免单一厂商绑定，平台中立，厂商中立，然后联合起来用生态的力量把成本打下来。这个其实也都是商业的原因吧？对，都是商业的原因。我以前在波兰的被这个叫Eclipse基金会搞掉过的啊，对呀，你很清楚这个逻辑，对不对？就是 Eclipse 为什么要成立基金会？人家可不是为了全世界造福，就是奔着波兰的干掉波兰的干去的，对啊，逻辑很清楚嘛。对。所以从现在这样的角度上来看，首先从成本来看吧，从时间与空间来看，如果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在某一个具体的应用案例上，李彦宏这套东西其实是成立的。对，但是呢，从一个这个完整的软件生态或者叫软件行业的这种更大的空间上来看，开源一定是更有生命力，而且可以走得更远，在长期的一个就更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对，是。这个才是真正开源的价值。就是假设我们现在就按李彦宏说这套办，说我们通通都闭源把开源都干掉，然后都使他们家的，对吧？或者其他几个国内闭源的，比如说 Moonshot 也是闭源的，我们就用这几个了。那么最终的话，可能就是再养肥他们几个巨头也就完事儿了，而整个的软件生态就被干掉了，不会再有那些新的创新出来。是。对，我曾经有一次去问网易游戏的人，因为当时我在一个公司被网易游戏投资了，我说你们自己做的挺好，你为什么投资我们？他说很简单，他说我们网易游戏内部你立项立一个项大概是需要2700多万的营收。我说这数是咋算出来的？他说这数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几百个QA， 有多少个这个翻译，有多少什么的，然后你要算一个成本，然后你必须要挣出这么多钱来，我才允许你立项，要不然是亏的。就是大公司就是这么运作的，所以你说我给你个一点点钱，然后给的钱还不够多，对吧？然后这个可能都不够我内部立一个项的，但是我有一个新的尝试机会就出去了。但是开源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更低成本的这种尝试就会开始。对，就是当你在宣扬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基于狭隘的商业立场而干掉了很多的可能性。
而我们作为做开源的圈子里的人，我们要捍卫的或者是要保护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我不跟你在争现在，哪怕现在你说的全对，但是我们要争夺的是那个未来。那个未来如果都被你搞得没有未来，或者说只剩下一种选择的话，那是很悲惨的。是这样的。对，因为我今天也看到一堆人在骂他嘛，富盛啊什么都在骂他。对，因为这帮人正在喊开源嘛，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怎么开源，对吧？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说什么叫智商税？对吧？智商税是因为别人智商不够高，然后必须要交的钱。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其实使用开源的人，往往这个智商要比这个只能被动使用闭源的人还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而被动使用闭源的人是马上就要开始交税的。使用开源的人可能过几天才去研究说，我是不是要去付一些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可能未来还有更大的收益回来，所以他们现在想说，买你们百度家的东西才叫开智商税呢。其实啊，我们拆开来看这个叫智商税这件事情啊，我们稍微展开说一下智商税，这个正好可以聊一聊开源的商业模式。其实我认同叫做。我不叫智商税，但是我会把它叫做知识落差。就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有个产品，然后呢，我之所以把它能卖给你，而且还能够卖出价钱来，代表的是我一定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是的，不见得说你的智商比我低，但是你一定是缺那些行业知识也好，或者是某些领域的知识也好，或者是某些我的内部知识我没有说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之间的有知识落差的。就假设你要卖别的东西给我，你在另外一个方向上，你对我构成知识落差。所以说，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或者说叫做知识经济最常见的逻辑，就是基于知识落差形成一个定价。那么开源本身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一个企业，它比如说它现在只有100个用户，但它每个用户能卖1万块钱，假设它能够赚100万啊。但是当他开源了之后，就意味着他主动的把他企业内部的一部分知识分享出去了。这个时候，他其实降低了外部世界跟他企业的知识落差。说白了，他的那个利润会下降。比如说每个用户会赚1万块的，他现在每个用户可能只能赚5000了。因为他开源出去一部分了，他只能赚剩下的钱。但是呢，因为他开源，所以他的用户可能不再是100个，而是500个，甚至1000个。也就是说，他虽然他的利润从1万降到了5000，但他的总的利润额是从100万变成了5000万。这就是开源背后的商业逻辑是这个，就是它虽然降低了知识的落差，但是它扩大了用户的市场范围。这就是最简单的逻辑。所以经常我们作为基金会，我们去跟企业聊的时候，我不会说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开源，那意味着它的利润就等于0了嘛？那没有意义。你一定会挑一些不开源，然后呢挑一些开源，然后呢你挑选开源和不开源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开出去的东西尽量的不要降低你的知识落差。你不要把你最核心的那个资产开出去，你开一些周边的东西，但是呢，你又最好能够尽可能的扩大你的用户的这个数量。通过开源，通过营造自己的这个社区的形象啊，比如说像富盛啊，对吧？他虽然没真的开出多少东西来，对吧？但是他通过高唱开源，对，确实赢得了更好的企业形象，这就是很聪明的做法。是，对吧？他并没有真的损失什么东西，他并没有真的损失啥，但是他可能会赚更多。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企业家该做的做法。而愚蠢的企业家呢，就其实他自己百度其实没少开源东西，但是他又一副要与开源为敌的样子。我觉得他们是没少用开源的东西。不，他们也对外有开源，拍豆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源的项目。
OK，就百度的开源项目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而且我在百度的公司里面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做开源。所以我真的觉得，我替我那些在百度里的开源的朋友觉得不值。就是你们怎么摊上这么个老板？你们在努力的做开源，在帮百度去做开源的形象，帮百度去做社区的开发者的关系，在做这些事情，这是一个扩大用户基数的事情。然后你们老板一句话，你们这么多年来可能都白干。对，那你觉得像李彦宏会不会就是在故意来去引起争端，然后引起话题？因为其实文心一言到目前为止，至少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声音其实没有那么响亮。是，但是呢，他比如说出来讲了这样的一个话，哎，大家现在都来讨论一下，就又引起关注了，是不是？很多人，你像我今天又把文心一言调出来使了2下，对吧？要不然我可能多少年我都想不起来去把它拎出来看一看。所以你说他的那个他的3亿个用户就是这么来的，对吧？过段时间出来挨顿骂，然后用户数再涨一涨。如果按照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死忠用户的吧？应该有吧？就不，其实我是不太相信这个逻辑啊，这是流量思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我只能推论，就当年那个上台去教他1瓶水的那个人，是不是他们自己安排的？这个你真别说，因为前2天他们那个百度被干掉的那个公关副总裁叫瞿静嘛，我知道，就是他讲的话其实也是这个调性。我一定要讲一些挨人骂的话，一定要去讲一些这个招人恨，然后这个引起社会舆论的话，他只是讲过了而已，把自己给讲废了嘛。也就是说，你说他们骨子里真的有这个基因是吧？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往台上给他浇1瓶水，然后这个出来故意说这个话，因为百度自己用开源用的非常多，然后自己也开源有项目，然后呢，这个自己又要靠这个唱反开源这个事情，他如果百度也出来说开源挺好的，那谁理他呀，对吧？人家以前的还有文心也通义千问，对吧？还有这个其他的，比如说01万物，还有一堆开源的东西在那等着呢，轮不上他，对吧？所以干脆这小丑我就自己办了。那也行吧，我也只能够这个叫什么叹为观止。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其实我想探讨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李彦宏去讲说，如果你能够用 AI 大模型了以后，为你的企业带来增益，比如说增益了100万或者说我的成本下降了100万，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为大模型花80万，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因为呢，从我现在了解的所有应用大模型的这种企业来说，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绝大部分人算不清楚到底增益多少的。对，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我使用大模型以后这个比如说2年回本、3年回本，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他是算不明白的。那么他讲的所有这种，就是说你可以很精确的算出来，你上了大模型以后可以得到多少收益，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个智商税的事情。这应该是他们的销售话术吧？他们可能销售了很多年，然后就不是很多年，就是最近这1-2年，他们在销售他们百度的大模型的时候，磨练出了一套话术，然后觉得这一套话术呢可能是管用的。但是我们再推演一下这套话术，它会怎么样运行？比如说，老范，我到你们公司去销售，我肯定不会直接跟你们公司的大老板说，我先找你。然后呢，我们2个人想把这生意做成，比如说我们俩已经喝过2顿了，喝的已经比较到位了，然后我们2个人一起想一想，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跟老板说通，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个数据造出来，然后呢，我把这套说法告诉你，我说你看啊，你想想看，怎么样把这个增益这个值算一下，然后呢再说用我们公司的这个大模型能够怎么样。对，成本怎么降低了？对，然后呢，它其实是一个大模型企业和这家公司的 IT 部门的一个合谋，合谋出来的一套话术可以说服他们。忽悠老板的。对，就是这套东西。然后你会想办法呀。对，因为现在呢，从我们看到的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大模型
其实所有的企业，包括百度啊、OpenAI 这些大企业，他们其实压根儿就没想明白到底应该怎么用，或者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哪些能力、哪些方面有什么改进，他们其实是想不清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哎，我怎么去帮助用户省钱，到底能省多少？这个数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第二个就是大模型本身的发展其实是很快的，你今天的成本跟明天的成本，对吧？我现在用这个A100的，还是用 H100的，还是以后用 B200的，到底用什么样的显卡的这个成本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去开始跟你去算这个成本绩效了，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最能够直接落地的是替代客服。客服算一方面吧，算一方面。就这个是能够直接算出钱来的。就是说我现在有100个客服在那里，一天到晚打电话，接电话打电话。现在用了大模型，用了这一套东西之后，可能再加上 AI 语音啊，甚至就直接全部加进去。最后我只要2个客服，剩下的剩下的98个我全开掉了，这真能算出钱来。这个因为我以前有过这种项目，这种案子这个钱不是这么算的，这个算的比你刚才讲的这个要这个激动人心的多啊。就是他们是怎么算的？他们是就是第一个说，哎，我把人开掉了一部分了啊，这个是肯定是要有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你留下来的人他也有上升空间了，因为原来这个客服是没有上升空间的，他们基本上1年会离职，因为觉得很没意思嘛。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大模型是没有脾气的，你的这个他不会闹脾气，不会说我用户反馈会更好啊，用户反馈会更好。然后第四个呢叫做它的转化率上升了啊，他们以前都是讲说我在叫做阿里旺旺里头给你用这个机器人回答问题，我最终的转化率会比这个你普通的真人客服高10%。比如真人你买东西，然后到阿里旺旺开始聊天，从这个节点开始算，大概转化率是20%，然后使用这个机器人以后可以达到30%，这个对于所有商家来说就可以愿意付钱了。然后再往后一步是讲什么？你买了上衣以后，我给你推荐裤子，就是它等于就是你可以有额外的收益回来了。所以那个故事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是，这还是有说服力的。但是其他的领域，说实话，都还是跟闹着玩一样的。就是你可以玩玩，然后感觉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就说实话，其实还早。这个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几个应用领域吧，第一个是客服，你刚才讲的；第二个呢是做这个自媒体内容输出因为像我自己的每天去日播嘛，就是我现在整个的工作里头，大模型参与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就是阅读、总结、制作，然后剪辑，然后在后续的各种的整理，基本上每一步都是有大模型参与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制作效率要比以前高非常多。而且这个我还是一个人在干，就是如果是有团队的话，我见过那种纯靠大模型做的这种数字人账号，那个效果也是极好的，在这一块现在已经挣到蛮多钱了。然后，我太太最近在带着我儿子，然后包括我，去给这个人出英语题，哇，那个效率高的一塌糊涂，真的。就是他只要找好相应的文章，说来现在给我出这个阅读理解，然后这个多少个细节，多少个什么各种题型，然后告诉他然后不允许重复，然后必须答案是顺序的出现在文章里头的，就是你提好所有的要求以后，咵咵就出来了。然后出完了以后说来给我做答案的解析，因为你出了题以后要有解析嘛。然后那个速度快的一塌糊涂，说这个已经极大的提升效率了，而且确实是可以算出钱来的。因为我刚才说这个，如果这个100万 token 是10个美金，然后按这个算的话，你们觉得划算吗？后来算，哎，划算的，很划算这个过程。就你现在举的这2个例子啊，就是后面这2个，就包括自媒体的，包括这个出题目的这个，说实话，它还不是 to B 的运用。其实自媒体呢也算小 B 吧，然后也算吧，也算是，也不算是 C，也算是一个小的 B 端。但是呢，你说我一定是这个去做一些更大的。我们说采购决策问题，就是说，你说，像你们现在这种运用，就2-3个人商量，采购决策就可以有，对，就可以决定买不买。
但是呢，无论是像百度也好，还是像01万物也好，还是像这些大模型公司，他们想要卖的可不只是这种。他想的是，比如说一个5000人、1万人的大公司，我要做一个采购决策，但这种采购决策下面的应用场景，所以我才会说到这个客服嘛，这是大的场景，然后呢，夸一下子可以砸一笔预算进来的，但其他的我觉得还是很少。蛮多的。这个，因为我还见过一些其他的应用，比如说他们以前有很多这种叫做收购工厂，然后呢，你原来比如说我收购了一个工厂，然后你的工厂所有的数据需要做这个报表接口，然后我才能接到总的系统里来。就是原来传统的就是你不同的公司之间的接口一定是这样的嘛。他说现在就不用了，就是我直接让大模型去读完了以后告诉我说这个工厂有什么问题。他们现在有很多这种跨国企业，就特别是中国人，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是收购了很多海外的工厂。然后你要去改原来那个系统又很麻烦，接呢又接不进来，说他们就干脆说我也不改了，我就直接把你原来的报表，你等于原来都是结构化数据，结构化好的数据嘛，我就当非结构化数据，然后扔给大模型说来，他们出什么事了，对吧？然后那个出一个结果回来，然后最后那个交给我，然后我去判断说他们需要做什么调整就完事了。他等于做了很多松耦合的东西在里面。这也行，这个路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我今天早上还跟一个朋友还在聊呢，他也是在帮大型企业、央国企这种级别的企业在做这种企业级的数字化转型的。是我突然觉得你说的这个办法确实有助于他现在正在头疼一个事情，叫做异构整合嘛，就是一个大企业里面无数的 IT 团队、无数的 IT 的这个服务，异构怎么整合？现在就用这个办法，反而是可以松耦合的搞起来。别整合。我就把你原来结构化好的数据重新非结构化扔给模型去读吧。这条路如果把它弄得好一点的话，它可以成为一套方法论的，而这套方法论就可以拿去卖很多很多地方了。现在很多国内的企业就是跨国买了好多这种企业，你包括你到南美去买完企业，人家说西班牙语，对吧？你就没办法，你只能用它那个系统，甭管是可能原来还是用 Perl 或者用什么那种东西写的东西，你也得使。有意思，他反正最后出报表嘛，原来报表是给人看的，我现在报表扔给那个叫做扔给大模型看就完事。好办法。对，他这种其实蛮多的，包括写程序，这个包括很多的这种，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些流转，其实还是可以去工作的，就是它可以让很多的紧耦合的东西变成松耦合。有道理。是你不要光想着什么知识库，然后知识库以后什么这些决策，那太复杂了，真的。是。那么从咱们回到这个李彦宏这里啊，咱们看到我觉得都没啥兴趣聊的，有啥呀？我觉得这次特别是这个李彦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了这个美颜哈，看这个照片还是很帅的。他一直很帅，一直很帅。没有像原来看过几次，就是我是见过真人的，这个没觉得。不，你别跟真人说呀，我说的很帅，就是说一直看上去什么照片里都很帅的。好吧，好吧，是。现在的话，他们肯定还是准备去，把国内的 AI 锁在这种下边就去做应用的这个状态了。因为呢，他现在所有人都在讲说要去做应用。李彦宏也在讲去做应用，而且李彦宏讲到做应用这块呢，还非常的矛盾。因为呢，一般人都说我们要去怎么把应用做好赚到钱，李彦宏也说我要把应用做好赚到钱，做不好应用赚不好钱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李彦宏也在讲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就不要想去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那种超级应用，超级应用像微信那种玩意儿，就不要去做那玩意儿。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用的应用，而不要去做一个超级多用户的应用。这个你怎么看？就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其实他在提前的做一些预防。因为微信涨起来以后，微信作为一个超级应用、超级平台，甚至是一个搜索引擎入口，是大大的威胁到了百度的生态。就是本来你所有的搜索，你当然到我百度来搜索。但是现在大家谁还用百度搜索？大家甚至如果我要搜点什么东西，我就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我是在抖音里搜的。当然，就是说这就是平台
超级应用平台，就会把那些老一代的平台给掩盖掉了。这就是李彦宏的内心的隐忧啊。他就想说，如果我将来我文心一言做到全球第一了，但是哪个什么乱七八糟超级应用挡在我前面，我就没了。是中国的应用呢？中国超级应用应该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就只有咱们有。微信、QQ， 然后包括像抖音、快手，啊，这些都属于是超级应用。中国超级应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是封闭的，我一定不允许你爬到我的数据，我一定是让所有的数据、所有的交易与生态都在我应用内完成，那这个才能形成真正的超级应用。对，就是美国也有超级应用，但是它的超级应用呢是一个更广义一点的。你比如说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这3个加一块算一个超级应用，可能再加上 Facebook Message 4个加一块算一个超级应用，对吧？咱们就是微信就是微信，我跟 QQ 我都不同，对吧？对。但这个东西对于搜索引擎来说一定是极其不友好的。是的。所以百度要预防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就是跟你说啊，你那个别做，这做了没前途。其实逻辑跟他前面说你不要用开源，你要用我的这个平台，逻辑是一样的。哪怕他现在说的是对的，但其实他也是在预防未来的那种对他不利的可能性。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百度做超级应用失败了啊。对，他没做出来。对，他其实都试过，包括这个。做送餐，做这个电商，做 IM， 做所有的这些东西，他都试了一遍，对吧？对。其实百度里面最有机会成为超级应用的是贴吧。对，贴吧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被他自己玩废了。是这个，所以在未来，你觉得在AI 时代会产生新的超级应用吗？会啊。我觉得一定会产生一个超级应用，就或者说我很期待一个这样的超级应用，就是一个全功能的智能助手。它就是我的贴身助手。然后我问任何问题，它能够帮我去找到合适的大模型，找到合适的 agent， 找到合适的数据库，找到合适的什么什么地方去帮我去搜，甚至我不着急，我说我明天再要。他帮我去搜24小时，然后慢慢整理，慢慢一层层的看下去，最后给我一份综述，那都是更好吗？我为啥要去看中间结果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发展的方向。对，百万富翁到底是怎么活着的，对吧？他们有一堆秘书，然后有一堆的这个工作团队围着他。现在等于 AI 可以让每一个人像百万富翁一样活着。这个可能就是未来超级应用的一个方向了。对，而且这样的超级应用会把过去所有的平台全挡在后面，因为都不用，我都不需要跟他们打交道。就比如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假设我要去旅游，然后他先帮我去搜旅行攻略，帮我把小红书看一遍，然后搜完了以后，帮我到携程去订宾馆、订车票、订机票，完了再帮我到大众点评去找好吃的。找完好吃的，帮我把餐馆订了，甚至帮我到店之前帮我先把餐都点了，我就直接去吃就行了。这样的超级应用，你想想看，美团听着怕不怕？携程听着怕不怕？小红书听着怕不怕？这都很怕的呀，就是说跟我们没关系了。小红书不怕，小红书说我已经投资了这个 Moonshot， 对吧？这个 Kimi 是我们家的，而 Moonshot 后面呢还有一个股东是这个美团。是啊，看来他们都也有布局啊，也有布局。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超级应用还是会存在的哈，你觉得？对，然后我觉得但是未来超级应用的形态可能跟我们现在想象的还是不那么一样。我觉得在移动互联网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很多，还记得当时在盛大创新院，然后咱们一帮人坐在那儿头脑风暴，说移动互联网到底会什么样，对吧？然后但是最终出现的结果呢？跟我们当时想象的算沾边儿，或者说有那个影子，但是并不一致，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去畅想说超级应用会是什么样。对，当然。对。对于我来说，我现在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个应用叫豆包。然后豆包就是字节跳动出的这个超级智能体嘛。
然后豆包里面真正为我服务的智能体是我自己在 Coz 里定制的。啊，挺好。对，我现在基本上是 Coz 里定制好的这个智能体，然后到豆包里去使，然后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挺好。对，但是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当然我还留了一整套开源的工作方式，就是 DeFi 这样东西。是，反正都要玩起来。就是说，如果你只是等着别人喂到你嘴里，那就意味着你完全不可控制。未来它会变成什么样？那你如果按照这种，比如说得屌丝者得天下的这个思路来看，是不是绝大部分人还是等着人喂的？那当然，那当然，绝大多数人只会等着别人喂。是。但我总不甘心，你也不甘心啊。但凡我们手头有点 coding 能力的人，我总要琢磨琢磨，或者自己鼓捣鼓捣的呀。是，否则凭什么呀？就被他喂死了。我觉得差不太多。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李彦宏讲到的开源就是智商税这个事情的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认知吧。就是这件事情，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不是说完全没道理，但是在更大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这个东西就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东西。是的，对，是的。让我们算是聊明白了。你看看有什么评论？对，百度就是最大的智商税啊！有人在去讲这个话，同意，我也同意。对，李彦宏有一句话说的我很赞同：不要过度关注大模型，要关注行业应用。这件事情呢，其实要这么讲，现在大家之所以不敢去做行业应用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是，大模型非常不稳定，因为每一个人都担心被下一版的大模型直接吃掉。比如你折腾半天，下一版大模型说直接把你的功能覆盖了。现在呢，这个还是比较担心。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如果大模型能力上升以后，可能行业应用就不是现在的这种应用了，就是我们到底要发明更快的马车，还是要去发明汽车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一块呢，做行业应用的人其实走的也挺纠结的。不，其实我质疑的是“关注”这个词怎么解释？什么叫关注？什么叫过度关注？如果说了解它的最新发展，或者说琢磨琢磨它的使用方法，或者说尝试着去创新某个点，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投入。还有，就比如说，如果说不要过度投资，再去搞一个大模型，这个其实我是同意的。你现在再去找投资，再去拉一个团队起来，自己再开发一个大模型，那真没必要。但是关注当然要关注啊。是，对，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见解。但是从我现在的角度上说，再有人说我重新再去做一个新模型出来的话，就要看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使用场景，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你说我要准备再训练一个万亿级的这种模型出来，这个可能就差一点。是。百度的行业应用是搜索变成广告，好吧？现在就是大模型推送广告了。但是百度，因为我用文心一言以前用过吧，但是最近可能几个月也没打开了，还没看到它里边有广告。对，百度跟莆田系医院这个就算了，这无所谓，这种吐槽这个无所谓了。第一次赶上中午的直播，对，我们平时很少中午直播，没有，这个好像已经那个解决了有声音的。就是有个别的人他说没有声音，这个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李彦宏说的太绝对了，可以缓和一点。这种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以前经常讲说，当你要去说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像打耳光一样这个响亮。你像我们这样这个每一件事情说49跟51呢，就我们所以就不是李彦宏嘛，对吧？这个我们还得坐在这儿这个探讨一些这个问题嘛，这个一定是这个特别绝对的人才有更多的粉丝，对吧？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草根或者更多的屌丝，然后被他去收智商税。对，这是有声音啊。两位老师，咱能不能不要讨论国内这些流氓了？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在国内也还是要讲嘛。这个声音有了，这还是私有云企业
特别需要的。好多企业其实不喜欢公有云，是的，对对，但其实很多卖私有云的人呢，也是在贩卖焦虑。说你那是另外一套，那是另外一套话术。我知道的。房东都说你们别买，租房子多好啊！那个妓院老板也是这个逻辑，对，都不要结婚，到我这儿来玩就行了。也行，对，这个李彦宏就是这么个意思呗。百度做什么都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对，这点呢非常适合他们啊，因为百度呢，其实还是盈利还可以，就是在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里，它算盈利还不错的。它在做这么轻的公司的情况下，因为它里头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易，全都是广告费，它还盈利。它呢聚集了全国可能在某一个特定领域里头最聪明的人都聚集在这儿，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当你有这么多聪明的中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件事情它都可以跑得很快。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很棒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从百度出来的创业者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这个很多公司呢也是会盯着百度去挖人的，对，那么赶了个晚集这事儿咱就不管它了。我记得咱们当时在创学院的时候，大概我们经历了百度重启2次移动互联网这个计划，然后又关闭了2次，是吧？起来啊不行，干掉人全开掉，然后再开一次，又不行，咔又把人都干掉。对，是开源的力量其实也不小，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开源是现代软件与互联网，包括人工智能整个体系的底层架构。没有开源的话，就没有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对。而且我一直觉得开源其实还有，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有更深层次的这种意义。它在哪儿呢？就是，大家需要协作，但是协作的过程呢，你又不能做那种很仅有耦合的协作。说咱俩签个协议啊，你的接口是什么样，我的接口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接口来去开发一个什么产品出来，然后我可以去调用接口做一个什么服务，这个是传统的做法。但是开源的方式是什么？我的东西出来了，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接口去做就完了。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一些人素昧平生的一帮人，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头，按照统一的标准就把东西做出来了，而且这个东西跑得还很快。特别是咱们就说在中国现在这个状态，人家要去卡脖子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们要去做自己的标准。你如果不依靠开源的话，大家都想当老大，谁来？对吧？你这个人说我来当老大吧，都听我的，凭什么呀？对吧？那么开源的基础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人是老大，我们有一个开源的基础，然后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去跑，对吧？那么最后大家就有可能把一个东西就推起来，这个才是真正开源对于行业或者对于一个社会的贡献。对，在户外看佛法的书，希望对学习 AI 有帮助。没问题，一定有帮助的，放心吧。那个除了用惯了百度地图，其他百度的产品弃用很多年了。我还用百度网盘呢。百度网盘我也用，确实挺好的。对，因为时差原因，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估计是在欧洲，因为我的直播一般是在晚上，在欧洲的话就特别不方便那个时间。对，最强大走出中国了嘛？这个百度没有啊，但是中国其他的各项大模型在海外其实是不错的，包括通义千问，包括这个 Minimax。01万物，还有这个 Kimi 其实都在出海，然后字节跳动的豆包其实在海外跑的也还是不错的，它豆包在海外叫 CI，对，跑的也非常好，就中国整个 AI 出海这一块，又像当年的移动互联网出海一样啊，这个做应用这个事儿，其实美国人比不过咱们。对，有些人不愿意相信这种事情。对。成本是挺高的，对这个，反正用开源肯定有。这个是我的朋友在这儿玩梗啊，他们总是喜欢说第一次，然后看我是不是记住他们的名字。你说你一个付费会员，这个后边带这个圆圈的是付费会员，我咋能记不住呢？是吧？这个今天突击直播，对我们经常突击直播，什么玩意儿都要靠中国过，这个就不管它了。我想问一下，现在大模型调用都是明文调用，怕不怕百度抄自己的创意？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这连大模型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个你想太多了。今天这么早，对，然后没有中国市场这个就算了，赶上了。对我们经常这样这么多年了，闭源的百度搜索
还是不能提供像样的搜索结果。这个事儿跟开源闭源没关系，百度核心的问题是它的商业模式这么决定了。对，来了啊，周末好，对，周末好，又赶上了。然后啊，说话不清楚，这个我觉得是它的网络的问题啊。我这儿的网很好，咱们再往后，声音没有问题。对，下午直播，晚上还装药盒嘛？大概率会装啊。就我一般礼拜天晚上会把药盒装起来，然后会装药盒的时候跟大家闲聊。对，晚上 OK， 能上这些的人啊，没人用百度吧？我觉得应该没有。对，能在 YouTube 上换来换去的人应该没有人。DuckDuckGo 你用过吗？用过，但是我还是 Bing 和 Google 用的多，用 DuckDuckGo 还太少了。是吗？我现在的搜索最主要的是 YouTube 和这个抖音。我知道你的意思。对，我已经又往前走了一步了。百度文心一言上了几次中央央视和这个，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努力吧李斌这个什么放弃个人品牌，很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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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牺牲他一个嘛，然后让百度可以继续走下去，挺好的。居然这个时间直播这很正常。这个我们经常这个一言不合就愤然直播。谁说 ChatGPT 没应用了？文心一言，不就是吗？这个真不算。我觉得这个 OpenAI 呢是把整个行业带坑里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1个月$20这件事儿是把行业带坑里了。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用聊天应用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把行业带坑里了。然后第三个呢是按 token 付费，也是把行业带坑里了。就这几点其实都不是从现在看最优的解。但是呢，他就这样做了，那么其他人在他后面只能跟。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是要想出其他方法来，像比如说中国人现在已经开始卷出来了，这个阿里基本上是免费了，对吧？腾讯有几个模型免费了，然后大量的模型其实就是云端模型不是开源模型，云端模型直接就免费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咱就用呗。就我现在为什么使各种的这种AI agent 模型使得那么爽？因为中国大量的模型都是免费的。就我要是问一个问题，我可以把他们排成一排，说来一人回答一遍，反正都不要钱，对吧？对，挺好。效果好的一塌糊涂。晚上还会吃药，对。大模型对大公司来说是降本增效，对小公司来说就是一人团队是。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次 WAIC 上王坚讲那话，就是阿里云的王坚。就是大模型对于大公司来说是工具的革命，而对于小公司和个人来说是革命的工具。挺好。这句话我觉得讲的特别特别到点上。对，小公司你革谁的命，就是革这些大公司的命。对于大公司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做行业应用的人来说，我就是怎么把原来的固有流程跑得再稍微快一点。怎么降本增效一下，所以它呢是工具的革命。然后王坚讲的是什么？就是一旦大公司想明白了这是革命的工具，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你说作为一个阿里的人，对吧？讲这种话，他不怕被收拾吗？王坚不怕，好吧。这个惭愧，这位兄弟其实说的有道理啊，就是我对大模型目前为止在大型企业中的应用了解的确实比较少，不好意思。是。大模型用来整合全供应链的业务系统应该挺赞的，但是呢，你也要想清楚他擅长干哪件事，不擅长干哪件事，对吧？大模型现在处理复杂逻辑问题基本上都搞不定。OK， 我们快速老范开美颜了吗？开了，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不欣赏这个什么李彦宏，这个无所谓了。对，说得好，他失败了，虽然失败，还这个，这个就算了。好，我们继续快一点。人工智能最贵的，没错中文互联网充斥垃圾虚假信息，超级应用怎么分辨这些真人都可能会被骗的信息呢？不需要分辨，信息就是信息，不用管真假，对吧？没有人可以去分辨这个东西。当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可能就会又再去演化或者叫涌现一些别的东西出来。
这些超级应用实现了，普通人就过着被 AI 控制、圈养的人生。你现在难道不是被人控制和圈养吗？对吧？搞这么多干嘛？AI 没准还更公平一点。有点 coding 能力就想对抗 AI 了，什么逻辑？不是想对抗 AI 啊，我们想拥抱 AI。不，其实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你说有点 coding 能力，我要对抗的不是 AI，我要对抗的是变化莫测的未来。是，而如果我没有 coding 能力的话，真的就只能被人安排的明明白白，是，就这个区别。是，所以 coding 能力还是要好好的学习一下的。对，百度就是一割韭菜的机器，同意啊，这个我完全认同。而且百度收的就是智商税。现在的百度，你想搜索任何资讯，全都引导到广告商家，人家也要挣钱啊。刚才我们说了，百度挺挣钱的，对吧？百度啥时候可以被换掉啊？这个有点难度啊。这个下午好，我们看看啊，我们快一些了，你是不是准备要溜出去？对，我们快一点啊。这个我认同啊，文心一言确实没有同1000万好用。是。国内的各种模型里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都是拉开一排在用嘛。回头我们再去讲到底哪个好用，哪个不好用，或者哪个适合干哪件事吧。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特点。找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啊。大陆针对开源社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现在不够健全，对吧？还是执行法的挺好的。没有。其实如果你去关注一下大陆最新的一些法院的判例，其实都还相当不错。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认可 GPL 的法律效力。而且判决的，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把这块总结一下，再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还可以聊，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开源的问题不是说这个执行无法到位，比这个复杂的多。这要展开聊的话，有的聊了。OK， 没问题。这个以后我觉得再有机会聊啊。贴吧只是这个内部把产品经理换了，完不这个算了，这个就不管它了。贴吧属于被他们作废了啊。来自加州 Santa Clara 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啊，好，没问题。这个名字确实不常见。啥呀？人家也是付费用户，好吧？但是他平时不怎么说话啊。好吧。有很多付费用户平时不说话的，你看还给我打赏。这个就是谢谢。这种就是YouTube 可以收到一半，我可以收到一半。挺好。对。如果苹果用了文心一言这个现在大家在讲了，苹果的 iOS 18在国外的使用 OpenAI 可能还会用Gemini， 在国内的话可能会是文心一言啊，这个咋办呢？我不是苹果用户，我就没有这个担心。我是苹果用户，那你活该。我觉得 Kimi 做的真的好啊，这个 Kimi 有 Kimi 的问题，回头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再讲。这个大阪打卡啊，这是在大阪。开源最大的优势是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思想碰撞，是这样的。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开源无国界。第一次以快进的方式在周末中午赶上直播，好，没问题。我们再看一看啊 ，Robin 李啊，又在大放厥词，是的，老范在北京，是的，还在。这个百度网盘这些年已经变得很严了，是的，我里头有很多东西被他删了，这没办法。这个锁区不是苹果公司愿意的啊，这个不，每一个国外公司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遵守当地法律，不光是中国做，还有很多国家都会有相应的法律要求啊。这个而且现在这块越来越多，现在已经有类似刚才说的超级秘书的应用了嘛？现在还没有做得好的，做的还比较远。我看看还有什么啊？咱们快一点。作为程序员，现在用的最多的是 ChatGPT 语音练英语，好吧？练英语，我觉得你还是很厉害，我觉得英语不行。大模型的费用就是按消费税去收啊，没出确定结果之前就不该收钱啊。这个我觉得还要看，它要有新的商业模式。而且现在的 AI 让我感觉到民用这一块。都是跟自媒体配合蹭流量挣钱的工具。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自媒体呢本身它就占据流量高峰，所以大家就看到他们了，其他人也在用，你只是没看着而已。大企业里面绝大多数岗位都是简单的逻辑就够了，
很多用人的流程都是缺少这么一点点智能来自动化。这个，反正企业，但是我一直觉得用 AI 去改变企业现有流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还是应该整个重来。这个，中土的 AI 君啊，这个我们不管它了。第一次赶上直播，好 ，iPhone 16 Pro Max 和什么之间的纠结，如果买不到海外版，就用 Pixel 9 Pro 了。这个，再看吧，这个事怎么办呢？延迟真的很高啊！这个不，我们因为都是先聊完了以后再去点评论，用百度的人都是交智商税啊，这个是，百度我认为它对开源还是有那么一点的贡献，有个什么飞奖，对，飞奖是开源吗？拍豆就是飞奖OK，因为我是从来不使他们家的东西。好，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评论也都刷的差不多了，时间也差不多，现在有2:04啊。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后面的话我觉得，关于开源国内的一些法院判例，然后以及开源在中国应用的一些困难的话，我们再约时间，我们可以再直播。好，现在有300多人陪着我们啊，然后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对。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你也是，我看后边有人催你了。再见，拜拜。